为了弄清楚那些高级修士建造这些传送阵的目的，叶晨非常认真地将所有线索都捋清楚，来逐一进行分析。他首先可以明确一点，传送阵一定需要大量灵气支撑。林婉儿送自己的那枚戒指，传送自己一次所需要的灵气，是自己在那之前数次被他抽空所有灵气的总和。这意味着，仅仅单次传送单人就需要大量灵气，而且他现在还不能断定一点，那就是传送距离的长远，所需要的灵气是否也不一样。如果传送是按次计费尚且好说，如果是按距离计费，那这种横跨洲际的传送，所需要的灵气恐怕比自己上次从香榭丽传送到紫金山庄所耗费的灵气多出几百倍不止。更何况，这种传送阵在当年要满足几万人的不断传送穿梭，每天的传送次数可能都是成千上万次，这背后所需要的灵气就更是天文数字了。基于这一点，就能证明他们建造这些传送阵以及维系这些传送阵的代价很高，即便对当年的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支出。这很像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如果一个国家不惜代价打通一条难度极大、成本极高的公路或者铁路，那这个国家一定有很高的战略目的，绝非仅仅让这个地方建成通车这么简单。所以，他们当年建造这些传送阵，一定也有他们的战略目标。传人或许只是载体。想到这里，叶晨脑海中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他们在南极建造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城市，那些青石，那些汉白玉，那些黄金，那些木材是怎么运过去的？这些东西可不是南极原产，别的不说，单说木材，整个南极一棵树也没有。那个年代，就算修炼已经很发达了，但科技与制造水平一定还不达标。他们最早来南极大陆的修士，或许可以凭借肉身硬闯魔鬼西风带，但他们绝对造不出能够运载大量建筑材料的船舶。那么多不属于南极洲的建材，是怎么运过去的？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叶晨可以笃定，那些建材一定是通过传送阵运过去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将足以建造一座城市的材料运到南极。还有，整个地下城市有那么浓郁的灵气，甚至这些阵法也有源源不断的灵气驱动。那么，灵气是靠什么提供的？丹药？不可能，因为丹药只能被人体吸收，不可能直接拿来供给阵法使用。所以，可能性恐怕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灵石，而且是天亮的灵石。就像自己当年得到的那块平安富贵石，字可能是不懂的后人刻上去的，而它的本质是一块蕴含灵气的灵石。在末法时代之前，天地之间就蕴含灵气。不仅如此，地球经过上亿年的演化，也孕育出了富含灵气的灵石。灵石对修道者来说的意义，就像是铀矿对核物理学的意义，都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可灵石本身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在末法时代到来的时候，肯定也是修道者疯狂争抢的目标。这分布全球的9个传送阵，说不定也是当年他们获取灵石的渠道。再根据这些修士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迁徙到南极大陆的行为来看，他们一定是在末法时代到来之后才做出的迁移决定，为的就是能够在末法时代下建造一个修炼的乌托邦，用近似举国之力来抵消末法时代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推测都成立的话，那他们在前往南极之前，或者在前往南极之后，一定还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灵石，因为他们要用大量的灵石来维系地下城市的运转，以及满足这里上万修士的修炼所需。如此一来，传送阵的存在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叶晨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假想的画面，地下城市中，当大部分的修士在全力闭关修炼、冲刺修为的时候，有一批类似工蚁一样的修士，通过传送阵不断前往世界各地，为自己的母巢寻找物资和灵石。
他们在世界各地搜罗珍贵的灵石，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回这里。如果没有敌人，就兢兢业业地挖矿寻宝；如果遇到敌人，就迅速集结大批修士前往支援。敌人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因为敌人没有这么庞大的修士基数，更没有这么庞大的基础建设和全球投送能力。就算在某个区域短暂落入下风也不要紧，他们的传送阵都有强大的阵法保护，就像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只要进来，没有心法口诀来开启阵法的敌人就完全无可奈何。叶晨甚至相信，过去这些年里，他们的传送阵根本就没有遭遇过任何威胁，因为罗盘一共就9个位置，这9个位置对应的传送阵都完好无损。而叶晨也相信，那些公蚁一样的修士一定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一切都基于一个乌托邦的完美架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他们在修炼的时候，我来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冲刺修为。而当我完成我的阶段性使命之后，他们就会有人醒来，接替我的工作，好让我能够静心修炼。叶晨不禁对这个几万人齐心协力、共进共退的社会心生向往，也实在佩服这套架构的创始人，他得有着怎样的魄力和魅力，才能够推动几万人一起成就如此强大的雄伟蓝图。只可惜，这里的修士走了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记载，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在他们走后，这里还会有人进来。毕竟，在那样的末法时代，后来的修士实力只会越来越弱，想来也不可能有人突破他们举几万顶尖修士之力建造的乌托邦。可这样的话，问题又来了，这地方修为更高的吴柏林进不来，自己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这里的阵法对自己似乎天然友好，不但放自己进来，还将那些传送阵的心法口诀都传授给了自己。自己与吴柏林相比，又有那些不同之处？叶晨绞尽脑汁，想了3种可能。第一，是自己的升龙阁；第二，是林婉儿给自己的戒指；第三，是指引自己来到这里的神秘事物。第一和第三都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唯独戒指是实打实的物品。于是他赶紧先将那枚戒指掏了出来。这里有传送阵，戒指本身也有传送功能，它跟这里会不会有某种联系？就在叶晨将戒指掏出来的那一刻，他忽然发现这枚戒指竟与之前有了不同的变化。原本这戒指只是光秃秃的古铜色，周身没有任何花纹与字符，但是此刻这枚戒指上竟然出现了一串大篆文字，文字内容一目了然：2804。在大篆中，0、1、2、3、4、8、9这几个数字的书写方式与现代简体汉字基本一般无二，只是书写方式、笔锋习惯与现代略有差别，所以叶晨一眼就认出了这串数字。他看着这4个字震惊不已。2804，难道代表着这枚戒指的编号？这编号进到这里才出现，是否意味着它本就属于这里？